你敢相信吗？广州的房产打7折都没人要了。最近啊，广州那个号称中国首个真正意义套的项目的凯达尔枢纽国际广场出事了。12月6号，744套房产挂牌拍卖，结果惨遭流拍，一个人都没来竞拍。这可不是普通的流拍，这可是直接打了7折的价格，30个亿的市场估值，21个亿的起拍价，这么便宜都没人要，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现在市场对房地产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大家可能不了解这个项目有多牛。这个凯达尔枢纽国际广场啊，位置在广州东部的交通枢纽中心新塘站旁边，被吹嘘为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套的项目。套的是什么概念？就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制高点。按理说，这种项目不应该失败才对。但是现实有多惨呢？744套房源分布在负1层到负2层、第3层到第8层、第10层到第18层、第20层到第28层、第30层到第34层、第36层等多个楼层，涉及商业、酒店和办公用途。项目现场被围蔽，整体萧条得很。据当地商户透露，新塘站这个区域长期处于冷冷清清的状态，几乎没有任何商业氛围。一份市场调查更是直白地指出，新塘套的这个概念已经完全失去了市场号召力，这里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人气。看看这2栋大楼就这样处在那里，充分暴露了新塘营商环境的严重问题。这种环境下根本吸引不来投资。这个项目的遭遇其实是个时间轴悲剧。2021年8月就传出资金链断裂的消息，当时开发商还信誓旦旦地说不会烂尾，还专门发布澄清公告。结果呢，从发布会到现在已经快5年了，从拿地到现在更是过去整整10年，项目还是躺在那里，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烂尾案例。最讽刺的是，新塘站这个区域本来被规划为客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的中枢，但现实完全相反。当地政府也没什么实质性开发动作，就让这个烂尾楼在那杵着。一个本应成为广州东部中心重要地标的项目，现在成了一座资金流失纪念碑。有网友说的特别扎心：30年河东，30年河西，房地产时代过去了。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这个项目的遭遇不是个例，它象征着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就连黄金地段的项目打7折都卖不动，这说明市场已经从根本上失去了信心。房地产这个曾经的经济发动机，现在已经彻底熄火了。这个案例还告诉我们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光有好的区位、好的规划是不够的。没有真实的市场需求，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再好的概念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套的这种高大上的概念，在缺乏产业支撑和人气的情况下，最后也只能沦为一个花架子。我们再来看看数据，这个项目要是成交的话，744套房产要价21亿，平均下来每套房280多万。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这个价格显然远远脱离了市场现实，这也反映出开发商和市场预期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这种预期差距不解决，市场想要回暖，基本是白日做梦。要我说啊，这个凯达尔的案例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缩影，它揭示了3个残酷现实：第一，即便是核心地段的房产，现在也很难卖出去；第二，开发商的定价预期和市场实际承受能力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第三，地方政府对烂尾项目的处理能力严重不足。这3点加在一起，就注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12月9号，政治局开了个会，定下了明年的经济政策。结果刚说要放水，中国股市就全面跌了。这次会议释放了一个重大信号，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首次重新开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权者已经意识到经济形势比预期的更加严峻。先看看股市的反应有多惨，上证指数收跌 0.05%， 报 3402.53 点，深证成分指数跌 0.55%， 创业板指数更是跌了 0.81%。全市场超过3200只股票下跌，沪深两市连续19天成交额不到2万亿。这说明市场对当权者的政策完全不买账。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市场这么悲观。首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放水了。早在今年9月底，中国就开始推各种宽松政策，降准、降息、降存量房贷利率，甚至抛出了10万亿的地方债化债计划。但是效果呢？10月份的经济数据说明一切。新房价格同比下跌 5.9%， 这已经是连续16个月下跌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不但低于市场预期的 5.6%， 还比9月份回落了 0.1个百分点。这说明前面那一轮放水根本没起作用。现在的情况和2008年完全不一样了。当年4万亿的基建刺激确实让中国实现了软着陆，但是现在的经济环境今非昔比，数据完全不能看了。M2 广义货币供应量从2008年的50万亿暴增到现在的304万亿，涨了整整6倍。这是什么概念？说明这些年印的钱已经严重超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更要命的是，居民负债率从2008年不到 18% 飙升到现在的 65%， 老百姓的钱包已经被彻底掏空了。人口结构更是触目惊心，60岁以上老年人口从2008年的 1.5 亿暴增到现在将近3亿，而生育率却比2008年暴跌了 70%。 这意味着未来的消费和劳动力市场都会持续萎缩，人口红利不仅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沉重的负担。换句话说，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得了糖尿病的病人，你给他吃糖已经不管用了。央行印再多的钱也刺激不了实体经济，反而可能加剧金融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对货币宽松政策越来越不感冒的根本原因。更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地方财政几乎崩溃，土地财政收入锐减，地方债务问题比2008年严重得多，房地产和基建都已经接近饱和，根本吸收不了更多投资。政治局还说要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内需。听起来不错，但问题是怎么提振？老百姓的钱都被房贷、教育、医疗掏空了，社会福利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太低，这些深层次问题不解决，消费怎么可能提振起来？一位前高层曾说过一句大实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现在看来，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有教授说得很直白，中国之前大力发展经济都是为了挽救统治。说白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是政治制度问题。所以我看啊，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转向，与其说是什么经济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之举。市场都明白，没有真正的制度改革，光靠放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股市会在政策发布后立即下跌。最近的经济数据可真是扎心啊！先是惠誉把中国明年的 GDP 增长预期从 4.5% 下调到 4.3%， 2026年更是只有 4% 了。再看11月的 CPI 数据，涨幅只有可怜的 0.2%， 创下近5个月新低。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正在加速滑向通缩的深渊。我们先来分析这个 CPI 数据。
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们预测11月 CPI 涨幅应该有 0.5%， 结果只有 0.2%， 远远不及预期。更糟糕的是，这已经是连续第3个月增速下滑了。这说明前面放了那么多水，结果市场需求还是严重不足。再看 PPI 数据，11月 PPI 同比下降 2.5%， 虽然跌幅比10月的 2.9% 收窄了一点，但这已经是连续第26个月下跌了。制造业持续通缩，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我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PPI 各个分项的数据。黑色金属材料价格暴跌 7.1%， 燃料和动力价格下降 6.5%， 化工原料类价格下降 5.0%， 农副产品类价格下降 3.8%， 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下降 2.7%， 纺织原料类价格下降 1.7%。虽然中国的 PPI 通缩略微收窄，但仍很顽固。制造业投入品和产成品的累积库存规模庞大，而且逐月增长。这个库存问题特别要命，库存越积越多，说明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过剩的产能就会压制价格，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最终可能引发恶性循环。有专家预测，中国的 PPI 通胀在整个2025年都可能保持负值。高盛的分析师更悲观，他们认为明年中国的 CPI 数据将继续趋近于0。经济学家预测，产能过剩会让通货膨胀在2025年及之后保持低水平。为什么这些国际投行都这么悲观？因为他们看到了3个无解的难题。第一，明年特朗普可能重新上台，中国将面临新的贸易关税。现在的通缩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关税从 10% 提高到 35%， 那中国出口企业的日子就更难过了。第二，房地产危机看不到尽头。前面说的广州那个项目就是个例子，7折都卖不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投资肯定会继续萎缩。房地产一萎缩，上下游产业链都会受影响，进一步加剧通缩压力。第三，人口红利彻底消失。现在不光是老龄化加速，更要命的是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了。人口萎缩意味着内需会长期低迷，这个问题是最难解决的。所以惠誉把中国经济增速一降再降，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说得很明白，虽然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一些企稳迹象，但仍面临长期低迷的风险。地缘政治风险还在不断加剧，这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会越来越大。我觉得现在的经济形势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严峻。那时候是外部冲击，通过放水刺激内需还能解决问题。但现在是内部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就像一个人得了重病，光吃止痛药已经不管用了，需要做深层次的手术才行。可惜的是，目前看不到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政府喊了那么多口号，出台了那么多政策，结果市场反应越来越差。这说明市场对政府的信心已经严重透支，未来经济可能会陷入比现在更深的泥潭。